海王星新战绩袭击俄本土罗斯托夫州的炼油厂，突袭摩尔曼斯克俄北方舰队基地遇袭，朝鲜士兵再次枪扫俄军，乌军第92旅摧毁俄装甲部队，俄军第254摩步兵团遭遇重大损失，整个连队被消灭。俄罗斯的损失为乌克兰的5倍，6个月内俄军的伤亡人数将破100万。乌俄导弹决斗，21世纪的高科技战争。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本土的袭击再上一个台阶，罗斯托夫州的炼油厂已数次遇袭，北方舰队的基地也发生爆炸。12月19日，乌军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炼油厂发动新一轮袭击。俄罗斯媒体证实，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发生多次爆炸。有意思的是，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这次袭击由乌克兰海军和安全局与其他国防军共同策划。这就意味着袭击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的武器很可能是海王星导弹。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该炼油厂的原油蒸馏装置已经被摧毁，维修将十分困难。这已经不是乌军第一次袭击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了。该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生产重油、柴油、炉用燃料和船用燃料，年产750万吨，可以为俄军提供燃料。于是，在乌军的打击名单上，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是最亮眼的那个。陷入被袭击、燃烧、停产维修设备、开工、再次被袭击的恶性循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这已经是该炼油厂第4次遇袭。2022年6月22日，该厂遭遇第一次袭击。进入2024年之后，乌军加大了袭击力度。3月3日，由于遭遇无人机袭击，炼油厂部分关闭。6月6日，该炼油厂再次遇袭，并引发了一系列爆炸，火灾在数天之后才熄灭。7月份的时候，乌克兰总参谋部就声称，对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的袭击已经导致俄罗斯损失150吨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价值5.4亿美元。最后一次袭击就是12月19日，由于原油蒸馏装置被摧毁，估计要无限期停产了。乌军这次的袭击其实早就有眉目了，在8月份的时候，乌军无人机就摧毁了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附近的 S-300， 削弱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从而为海王星导弹创造一击必中的机会。当然，乌军针对俄罗斯的袭击可不止炼油厂，摩尔曼斯克方向，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也遭遇袭击。12月19日，乌克兰打击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宣布，在俄罗斯摩尔曼斯克俄北方舰队基地附近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该基地主要用于俄罗斯海军控制北极海上航线以及进入太平洋，部署有弹药库、指挥中心、维系码头以及舰队控制点，并且俄罗斯还在该基地测试锆石导弹，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爆炸发生地区有数十个军事设施，其中包括摩尔斯克1号海军航空基地。该基地是克拉半岛第2大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机、轰炸机以及海上侦察机，包含一个卡27直升机中队。该空军基地的西北部还有一个开放式的武器库。可惜的是，俄军的具体损失未知。不过根据媒体报道，爆炸类似大量弹药被引爆的场景，大概率是击中了弹药库。至于袭击摩尔曼斯克的武器，乌克兰也没有透露。摩尔曼斯克距离乌克兰的直线距离大约为2000公里，无人机与游击队都有可能。乌俄战场之上，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再次枪扫俄军。库尔斯克方向战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朝鲜士兵的损失却越来越高。根据乌克兰指挥官的说法，俄罗斯在库尔斯克的攻势主要是小型与大型步兵群，而其中的主力就是朝鲜士兵。乌军第73海军中心的士兵使用 Mk19 榴弹发射器压制袭击己方阵地的朝鲜士兵，并使用无人机对其进行精准打击，消灭了12名朝鲜士兵，并造成20人受伤。根据乌克兰情报局的说法，朝鲜士兵在前线已经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发起进攻时身上的装备就只有基础的防弹衣、防弹头盔以及各种小型武器，比如口径 5.45 毫米、7.62 毫米的枪械，几乎没有便携式的反坦克武器。这就意味着这些朝鲜士兵冲上来就是充当炮灰的，碰见装甲车辆也无计可施，更别说无人机了。根据英国国防情报局的报告，目前大约有11000名朝鲜士兵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但是这些士兵由于语言问题很难融入俄罗斯的指挥体系，加上一直充当炮灰，这一趟下来毫无收获。火力军之前聊过，朝鲜派遣士兵帮助俄罗斯是想要通过乌俄战场获得在现代战场的作战经验，以加速本国部队现代化。但是在当前的库尔斯克战场，这些朝鲜士兵唯一能学到的就是阵亡的108种方式。不知道是语言问题，还是这些朝鲜士兵血性觉醒，报复俄军把他们当炮灰的事情，
在库尔斯克战场又出现了朝鲜士兵枪扫俄军的情况。乌克兰情报总局透露，与俄军并肩作战的朝鲜士兵在一次攻击行动中向车臣艾哈马特部队成员开火，消灭了8名俄军。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在反击时摧毁了俄军装甲部队。这段时间，俄罗斯一直想要扩大奥斯基尔河附近的桥头堡，并向库皮扬斯克发动攻击。乌军第92旅阿喀琉斯无人机部队、第一边境作战团警卫与第77空中机动旅伞兵成功拦截俄军的突袭，损坏并摧毁了21辆装甲战车，其中包括2辆 T80 坦克、9辆 BMP 步战车。在洛佐瓦与扎赫里佐夫方向，乌军还破坏了俄军的另一次机械化突击，并成功摧毁了10辆装甲战车。自12月以来，俄军在库皮扬斯克东南部附近使用了近100辆装甲战车，乌军摧毁了其中90辆。红军村方向，乌军之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绝世不容乐观。12月19日，在红军村作战的乌克兰旅发言人称，俄军以2至3人为一组进行攻击，并大量使用光纤无人机，目前距离红军村大约6公里。但是根据战争研究所的报道，俄军距离红军村2.4公里，这将是一场硬仗。库拉霍沃方向，乌俄在城内展开激战，俄南部军区第238炮兵旅开始使用第74，但问题在于俄军的储存设施中没有第74，这些加农炮在1980年代主要用于出口朝鲜。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朝鲜给的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俄罗斯与朝鲜已经达成了很多协议，不过俄罗斯这边却一直不承认朝鲜军队被部署在乌俄战线，特别是库尔斯克这边。12月19日，普京在莫斯科举办了一个年终大型新闻发布会，整整4个半小时的时间没提到一句朝鲜，而是强调俄罗斯第155旅的作战。估计这是为了面子考虑，一旦承认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的部署，也就意味着默认俄罗斯需要外国军队来夺回自己的领土。只是普京否认朝鲜军队，不知道朝鲜心里会怎么想。战场之外，英国国防部副部长卢克·布拉德在12月19日表示，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75万名士兵，预计在6个月内，这个数字将超过100万。英国的数据与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数据一致，截至12月19日，乌克兰统计的俄罗斯损失人数大约为76.8万。而且从当前战线来看，6个月内俄损失100万士兵也不是不可能。俄军的战地完全是靠人力堆起来的，伤亡一直居高不下。从当前的战线来看，俄军也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损失也进一步增高。11月的日损失人数更是达到了2030人，这是俄罗斯自开战以来的最高日损。整个11月份，俄罗斯损失了4.5万名士兵以及价值30亿美元的设备。而且在12月18日的时候，特朗普的乌俄问题特使凯洛格表示，俄罗斯的损失比乌克兰高出5倍。对于俄罗斯而言，乌俄战争就像2战一样，属于一场消耗战，这可不是火力军随便说的。俄军第254旅步兵团的士兵瞄准现状时表示，被派往前线后，整个连队都没了，100个人中只剩下了7人。俄军第810海军陆战队旅的士兵也向指挥部抱怨，没有设备来撤离伤员，一些受伤的士兵不得不骑着摩托车撤离。可见，俄罗斯所谓的成果是建立在不计代价的进攻之上，损失只会越来越高，损失100万士兵的可能性并不小。此外，12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还提出一个建议，在基辅上空来一场导弹决斗。导弹决斗的大致意思就是北约在基辅指定一个打击目标，然后乌克兰将所有的防空系统都集结在这里，之后俄罗斯使用针数导弹实施打击，看看究竟谁更厉害。巧的是，在12月19日当天，泽连斯基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并回应了这番话，表示普京是一个老幻想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火力军而言，针数导弹被拦截的可能性很高，高超音速的武器的拦截难点在于不知道对方是何时发射，目标是谁。等发现时，留给防空系统的拦截时间并不多，但现在已经知道目标是谁，可以做到最远距离发现并实施拦截。而且在乌克兰这边，锆石导弹都被拦截过，也不差一个针数。这种21世纪的高科技决斗很有意思，不过仅在基辅玩就有些不公平了。不如把美国的暗鹰导弹拉过来，让普京在莫斯科制定一个目标，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玩一次，这样才公平。打不过就加入，俄罗斯又来整活了。据俄罗斯国防部声明，该国计划于明年第3季度组建一个新的兵种及无人系统部队。而在此之前，乌克兰已率先创建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成为了全球首个设立无人机专责军种的国家。且在随后的战场上，乌克兰还使用无人战术对俄罗斯发动了多轮袭击，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
如今俄罗斯效仿乌克兰，可见乌克兰在无人武器领域的作战能力已经折服了俄罗斯。即使其明面上不承认，但此番计划创建无人部队的行为，已足以证明俄罗斯确实拿乌克兰的无人战术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但其究竟能否在该领域上敌过乌克兰？总的来看，俄罗斯并不占优势。其数量方面，乌克兰去年的无人机产量约60万架，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无人机年产量提升至100万架。截至今年10月23日，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帕夫柳科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已超出预期，当时大约有1万架中程攻击无人机、1000架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无人机和100万架 FPV 无人机。预计到年底前，乌克兰还可能生产20万架，因此预估其产能将远超100万架。反观俄罗斯，该国去年无人机年产量仅为14万架，尽管此前普京宣称要将今年无人机产量提升10倍，也就是140万架，但截至目前并未有详细数据流出。其二，经验方面，截至目前，乌克兰已经拥有相当久的实战经验，且屡屡创新战术，而俄罗斯则并未有代表性的行动。因此，即便俄罗斯创建了无人系统部队，大概率也无法在该领域匹敌乌克兰。据美国 ABC 新闻网报道，由于新泽西州多次遭受神秘无人机侵扰，可能会影响到该地区军事基地的安全，应诸多议员要求，美国将部署罗宾雷达系统协助调查。罗宾雷达系统由荷兰研发，目前已在乌俄战场上大规模使用，其能够区分无人机和有人驾驶飞机，还可进行实时追踪，侦测范围大约是5公里，侦测飞行高度为2到3公里，并会将实时数据回传至相关设备，用以提供360度3D 的空域视图，再结合其他技术，调查员能够快速获得神秘无人机的远程识别数据，从而确定其来源。目前，罗宾雷达美国分公司已派出专业人员前往新泽西州，评估如何最好地部署罗宾雷达，以应对多起神秘无人机侵扰事件。除新泽西州外，康涅狄克州、宾州、马里兰州和俄亥俄州也出现过无人机侵扰事件。但根据美国法规，即便是发现不明来源的无人机，也不能立即击落。因此，各地警方已发出通告，要求民众不允许自行处理神秘无人机。据美国国防部声明，波音公司获得一份新合约，将为日本升级68架 F-15战机，包括所需的搜索雷达、自我防卫系统和任务电脑等，总价值约4.5亿美元。升级工作将在密苏里州的波音圣路易工厂进行，预计于2030年完成。另据航空新闻网站 Flight Global 统计，日本航空自卫队现有199架 F-15战机，这些战机服役年限已久，维护难度、成本皆高，因此早在2019年，美方就同意为日本升级98架 F-15战机，包含 AN/APG-821 雷达、AN/ALQ-239 数字化电站系统及先进任务系统电脑等装备，预估金额45亿美元。至于升级后的 F-15战机，日本则将其改称为 F-15GSI。新战机在原有配置的基础上，还可增挂 AGM-158B 导弹，以提升其防区外的精准打击能力。待未来升级完成后，日本将拥有 F-2、F-15GSI、F-35AB 主力机队，再搭配上驻日美军的 F-35AC、F-15EX 机队，可有效提升其空战能力。随着阿萨德政权垮台，叙利亚基地谈判受阻，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布局基本上已满盘皆输。不过，俄罗斯似乎是心有不甘，仍试图在周边地区部署新的战略力量，以保持其影响力。那么，周边又有哪些国家可能会允许俄罗斯入驻军事力量呢？其一是利比亚。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利比亚部署有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他们与利比亚陆军元帅哈夫塔尔关系密切。而哈夫塔尔的利比亚国民军又控制着利比亚东部，因此俄罗斯能在一定程度内在该地区开展特别行动。例如，瓦格纳雇佣兵此前就利用其空军基地将雇佣兵和武器转移到其他非洲国家。去年，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尤努斯·贝克叶夫库罗夫还亲自来到利比亚会见了哈夫塔尔，讨论了关于俄罗斯长期使用班加西和图布鲁格港的具体事宜。
作为交换，哈夫塔尔则要求俄罗斯提供防空系统，以巩固其对利比亚东部的控制，并对抗迪里波里部队。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一再警告哈夫塔尔，不允许在利比亚增加俄罗斯的影响力。但随着俄罗斯撤离叙利亚基地，并将部署在叙利亚的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以及部队、攻击机、其他武器等陆续转移到了利比亚东部，俄罗斯似乎真的要在此处建设新的军事基地。需要注意的是，利比亚上述2个港口距离希腊和意大利只有不到640公里，其中意大利部署在西西里岛地区的军事基地最近一个距离利比亚可能只有400公里，战机只需10几分钟就能抵达，相关的预警系统更是能够轻易侦测到当地部队的行动。对此，俄罗斯目前正在考虑升级图卜鲁格的港口设施，以便使其能够可以接收其军舰，并尽量掩藏行动。俄罗斯此举已从侧面反映出其在中东地区已经乏力，否则也不会将舰队部署在北约基地附近。另外，即便俄罗斯后续在利比亚拥有基地，也无法替代在叙利亚失去的阵地。据曾在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服役的前俄罗斯空军军官格列布·伊里索夫称，如果将利比亚作为俄罗斯在非洲的加油点，则将会大幅限制运输武器的重量，进而会对该国后续的其他计划造成影响。其二是苏丹。早在2019年，俄罗斯和苏丹就一直讨论在红海沿岸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并为此列出了一份协议。根据该协议，俄罗斯打算在苏丹东部的苏丹港设立一个可以容纳大约300人，并可同时停靠多达4艘舰艇的后勤基地。一旦该基地得以落实，不仅能够为俄罗斯海军提供物资补给和后勤维修，还能够在该地区部署俄罗斯所需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且俄罗斯还能够借此随时进入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和阿拉伯半岛，因此该基地对俄罗斯拥有战略意义。但随后苏丹爆发内战，导致该协议并未得到正式实施。直到今年3月，当时的苏丹外长阿里萨迪克才公开表示，原则上并不反对在该国建立俄罗斯海军基地。随后，俄罗斯开始增加对苏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例如，今年6月，俄罗斯同意向苏丹运输武器，且最近几个月已送达数批。今年4月至10月，俄罗斯向苏丹出口了约280万桶柴油和汽油，占苏丹进口总量的47%。到了11月下旬，苏丹能源部代表还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高层举行了会谈，将恢复苏丹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以继续开发油田，并计划在苏丹港建造新的管道和炼油厂。此外，据一名苏丹情报官员透露，俄罗斯也在向苏丹部队提供情报支持。然而，随着叙利亚战事爆发以及阿萨德政权垮台，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下降。该国在海外唯一一个海军军事基地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大概率是保不住了，因此其更进一步加强了与苏丹方面的联系，并计划向苏丹提供 S-400防空系统，以希望能够顺利在苏丹建立新的海军基地。但截至目前，双方仍在就此事的细节进行谈判。需要注意的是，建立海军基地需要大笔资金，而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即便其与苏丹在此事上取得新进展，在短期内也无法同时兼顾海外基地的建设费用以及当前乌俄战场上的军费支出。据法国新闻报道，法国海军近日对新型 F-21重型鱼雷开展了实战模拟测试。该鱼雷由法国海军集团研发，旨在取代老旧的 F-17鱼雷，其长约6米，重约1.5吨。它由银心铝电池驱动，速度超过每小时93公里，射程超过50公里，并采用先进的线导和声纳归向系统，即使在充满噪音和船只的海域，也能精准锁定目标，可适用于潜水和封闭水域。在此次测试过程中 ，F-21鱼雷搭载弹头成功击沉一艘靶舰，验证了该武器的作战性能。同时，此次测试并非单纯的击沉演习，其不仅是北极星演练的一部分，还被法国官方称为模拟目标射击。而且这类射击演练相当稀少，法国上一次举行同类型演练还是在20年前，当时击沉的是退役的2栖登陆舰香槟号和驱逐舰伯里指挥官号，而此次击沉的则是一艘退役巡逻舰。由于涉及军事机密，法国海军并没有透露发射 F-21鱼雷的潜艇名称和确切级别，但据此前消息推测，这场测试可能在比斯开湾附近进行，因为该地区于上周发布了实弹射击航行警告。此外，参与测试的前舰很可能是首艘苏弗朗级核潜艇苏弗朗号，因为它最近曾在布雷斯特地区出现过。据印度媒体报道，该国海军的一艘军舰在孟买附近海域试航时，由于发动机突然卡死，导致整个船体失控，并全速撞向了一艘正常航行的渡轮。
随后该渡轮很快倾覆，但当时其载客量超过110人。印度海军、当地海岸警卫队等部门立即展开救援，但截至目前，至少已经造成13人遇难，获救了99人，则被送往了附近医院。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红军村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